对于都更很多人有类似的迷思，听人家说公办都更有政府把关，不怕建商倒闭或跑路。今天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一回事？政府又到底如何把关？工程品质会更有保障吗？建商一定不会倒闭吗？建商倒闭之后，政府会兜底吗？首先来说一下政府把关的问题。公办都更前置作业都由住都中心执行，住都中心会请估价师来做估价的动作，然后算出地主可以分回多少。此时还没有经过政府认证和审核，要到下一个阶段提交事业计划书时，就会进入审议会，让都更审议委员来做审核的动作，将最终的分配比例确认下来。如果这个就是所谓的政府把关，我不禁想请问，有哪个都更工程可以不经过审议会审核就自己能盖房子的吗？所以如果说公办都更由政府把关，会比民办都更或者自办都更来得好，基本上是在欺骗不懂的住户而已。接下来，关于公办都更建筑工程品质会更有保障，这一个议题也是在欺骗不懂的住户。公办都更的工程也是请民间建商来盖房子，又不是政府官员自己来盖。建筑的品质主要还是取决于建商，就算一个好的建商，盖房子也是由营造商来盖，并非建商本身。建商如果把工程包给品质好的营造商，盖出来房屋的品质就会比较好。所以建商的品牌也不是决定建筑品质的一切，而一个好的建筑品质更决定于一个负责任的工地主任。今天就算是公办都更，难道市府会派官员来监工还是来验货吗？确认钢筋水泥材料是否符合标准，还是来检查每个钢筋是不是都有确实绑好？显然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吗？公办都跟所谓的工程监管，不也跟民办都更以及自办都更一样，都是走监管的那一套 SOP， 实在看不出来公办都更哪里有特别的监管机制。每一个建案其实都必须受到监管的 SOP， 不管什么形式的都更案都一样的，就算当时的基泰大直，一样也是走这一套监管 SOP。结果最后如何，大家也都非常清楚。建筑品质好坏真的决定于建商及营造商，并非所谓公办、民办或者自办的不同形式。以上我们已经说完，公办都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监管机制，跟所有的都更案一样，都是走审议会审议。工程方面也没有特殊的监管模式，也是跟所有都更案一样，走的是监管的 SOP。最典型的是有土地公办都更的案例，也就是大同区的大龙新城。比如说抹黑造谣来看新闻。这里是北市大同区大龙新城，是前北市长柯文哲任内第一个公办都更，也是自豪政绩。上个月底，一场大雨导致顶楼水箱机房漏水不断，电梯淹水停摆3天，影响上百位住户。顶楼走道还可见当时用来挡水的沙包，而大楼缺失远不止如此。这是最后面一次，前面还有好多次啊！一名住户打开相簿盘点过往家里漏水记录，请师傅派人来修的次数，光去年就至少4次。住户家中窗框、墙壁漏水以及壁癌问题都有，填报修请师傅派人来修成了家常便饭。公办都更不是有公开招标机制，标榜会帮住户筛选、过滤、评选出好的建商，看来结果也就是如此的不堪。这边也要提醒一下，政府招标的建商一旦得标，不管是阿猫阿狗，住户也无权否决。看到大龙新城这样子的施工品质，住户们还不如自己民办都跟自己选知名可靠的建商呢。建好的房子又不是政府要住，真的会劳心劳力这样为住户考虑吗？也就是走个流程，有人进来投标，就已经完成工作了啊。接下来就来说一下，民间建商会倒会跑路，公办都更就不会吗？盖房子的是建商，并非市政府。如果建商要倒闭，市政府能禁止他倒闭吗？还是如果建商倒闭，市政府会自掏包把工程完成吗？建商要不要倒闭，取决于建商本身，跟市政府无关。一旦建商倒闭，市政府用的钱都是人民的纳税钱，怎么有可能自掏包来完成这个工程？公办都更的工程一旦招标出去之后，一切就是由建商来负责，政府是不可能兜底，也不可能在合约上面写明政府保证完工，如果没完工，政府自掏腰包补助。所以如果有人说公办都更比较可靠，这不是也很明显是在欺骗不懂的住户吗？以上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常识及知识，不要被一些带风向的讯息所误导。说穿了，公办都更跟民办都更只是整合的人不同，公办都更由住都中心整合，民办都更由建商自己来整合。整个案件的审核监管以及后面的施工，根本不会因为公办或者民办而有所不同。各位还是要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啊。